敬不如从命了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唐大人走马上任，本州今晚要为唐大人设宴接风，还请唐大人务必赏光哦。送往迎来徒增花费，就请免了吧。哎，礼数不可废，免不得。再说州中官员和地方父老，说出去，恐怕本官也要落得个礼数不周的罪名。那好吧，我邀他同去便是。请我吃饭？正是。少爷，他为什么要请展公子吃饭呢？这就是官场文化，反正吃吃喝喝又不要他们自己掏银子，花的全是公帑。公堂？你说花的是朝廷的钱？不错，不过朝廷的钱是从老百姓的赋税里来的，所以花的是老百姓的钱。哦，所以说，今天打劫我们的那些农民种的粮食交给了官府，然后变成所谓的公堂，最后再拿来请我们吃饭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唐大人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肚子里装的就会是那些农民的血汗了。我们还是不去吧。不，现在是不吃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排斥你。你这个通判还要不要干下去？你怎么知道谁是好官谁是坏官？你又怎么知道登州衙门是不是剥削了农民？你还怎么替朝廷百姓办事？这对极了，想不到展公子这么明白事理。少爷，其实这就是我劝你住在这里和答应赴宴的原因。我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我可要仔细的去看看。这里也蛮热闹。哇，官府邀客也不必如此奢侈啊！请你这位新上任的通判吃饭，不排场点儿，怎么能够显出他们的诚意呢？可是，这也太过了。不是说了吗？吃的是民脂民膏，他们有什么好心疼的？这……唐大人到了。程大人，快，里边请。这位是……程大人你好，我叫做展云，谢谢你也请我来吃饭。欢迎，请。不客气，程大人先请吧。好。既然来了就先进去，不喜欢再说嘛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们登州新到任的通判官唐真唐大人。哦，唐大人唐大人，那么就由本州为您一一介绍吧。有劳了。这一桌呢，都是登州当地的父老乡绅。是啊，唐大人，这位乡亲多多照顾。哎，好说，唐大人。新通判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一桌呢，都是州衙的各级官员。唐大人啊！诸位同僚免礼，日后还请多予支持。哎，好说。唐大人，来，请。
至于这桌嘛，都是些告老还乡或者退休归隐的朝中前辈官员。唐真见过诸位大人。唐季之死也不过如此。大人可认得先父？徐大人，难道你忘了本州对你的交代吗？你，这位是？哎，唐大人，这位徐谦徐大人原是一名七品右司谏，虽已告老还乡，可还是改不了谏官的臭脾气。不要理他。是。哎，唐大人，这边请。那展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李庄主竟然又瞎又聋又哑。你说我又聋又哑？原来李庄主听得见、看得见，也能够说话呀！哎呀，真是失礼失礼。不过李庄主看见了登州新任的通判，皇上钦派的朝廷命官，也能够不理不睬，也不开口说一句话，难怪在下误会了。李坤见过唐大人。李庄主客气。大家坐啊，坐。唐大人，请坐。来，请。诸位，今日我们为唐大人接风洗尘，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。干杯！下官谅遣。没关系，唐大人浅酌即可。来，干！今日难得聚会，欢乐气氛绝对不能少。李庄主，您说是吗？那是当然了。是专门来陪您的。哎呦，唐大人，来，大人，我来扶你。哎呦！程大人，唐大人，这里究竟是酒楼还是妓院？唐大人难道对他不满意？来，快给唐大人再换一个，一直换到唐大人满意为止。是。程大人，本官舟车劳顿，疲惫不堪。先行告退。唐大人，哎呀，还是年轻面嫩呐！哎呀，唐大人不解风情，
老夫可是怜香惜玉呀！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公主，哎呀，小雪呀！喝点儿，喝一杯。哎，少爷，你们回来了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少爷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多划不来啊。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刚到任，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肆无忌惮、荒淫无度，贻笑看大呀！平常的日子里，岂不是更加的无法无天？依我看，这个四海钱庄的李坤肯定和程元有所勾结，程元也一定从他的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。我正要痛快地骂他们一顿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哎呀，我的少爷，你的脾气怎么跟老爷一个样啊？哼！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要真的开骂了，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你啊？我若是怕了，那还算什么朝廷命官、登州通判呢？好好好，就算你不怕，啊，现在这些人敌友还分不清楚，一下子全崩了，谁来监督成员？全登州谁又肯帮你啊？不忍着点怎么行啊？这两天真是感触良多。初到登州，遇到那些被饥饿所逼、沦为盗贼的农民百姓，如今再看到这些奢靡无度的官商勾结，同在登州，却是两种极端景象。嘿嘿，哎，你这个通判不是皇上派来的吗？你就去向皇上告状啊！那个程元呐，他就会倒大霉了。向皇上禀奏要有凭有据，我哪来的凭据啊？是啊，少爷，所以要多忍着点儿，拿到证据之后再说嘛。哎，这个前任通判来登州总够久了吧？听说也只有3个月。3个月也够抓证据了。程元还有李坤官商勾结的可能太大了，而且他们又做得这么露骨，不可能抓不到。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向皇上禀报呢？也许他抓不到证据呢。也可能是他根本就被收买了。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被皇上换掉了？他不是换掉的，他是病死的。是吗？嗯。胡指挥，末将在。你身为登州禁军步军指挥，常年驻守此地，辛苦了。末将职责所在，不敢言苦。登州步军军容壮盛，军纪严明，本府甚感欣慰。回京之后，必会提报枢密院列入官品，以为日后晋升依据。谢包大人提携。不是本府提携，而是你尽忠职守，理所应得。而后仍要兢兢业业，不可稍有疏忽。是。你还有2个营，本府未看，明日看过之后，本府就直接进入登州城，你不必相陪。是，请包大人入帐歇息。你忙去吧，本府在营内走走。是。大人，这登州步军似乎要比别处的军营强多了。不错，幸亏有些真正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文武官员，否则又岂能保得住社稷百姓？大人既然代天巡狩，也可借此时机，做一些去无存精之事。本府又何尝愿意如此？宁可都是些为国为民的好官，怎奈……
大人无需忧心，即使有少数不孝官吏，也终究会被绳之以法。展护卫在何处？回营之后怎就不见踪影？启禀大人，展大人说先去市集看看，稍后就回来。多少钱？5文钱一个。谢谢。找您钱。给我这个看看。本州事前不知道，唐大人不好于色，昨夜之事冒犯了唐大人，还请唐大人恕罪。程大人，地方官吏酗酒侠妓，不但有碍官声，而且触犯了朝廷律法，与好色与否并无关系。再者，无谓的应酬也大无必要。唐大人有所不知啊，登州的繁荣富庶，全赖当地商贾对州衙的支持，有时应酬也是难免一二的。既然唐大人不喜应酬，那以后本州尽量避免就是了。多谢程大人体谅，本官初来乍到，对登州一无所知，有什么失言的话，还请多多包涵。哎，唐大人可千万别这么说，通判既是监督州政，那以后唐大人有什么看不过眼的，还望直说。啊，昨晚宴席之上，那些退休官员、前辈老人，哎，提到这些个人，真是令人头疼啊！此话怎讲？这些个老人啊，有的仗着自己是3朝元老，有的自认为退而不休，有的还来干涉本州施政。您说，这岂不令人头疼？这些前辈见多识广，阅历丰富，对一州之政理当是有益无损。本官倒想多借重他们的经验，最好能够一一求教拜见，这样就最好了。可以本州看来，这些个人的观念太过老套，其实不见也罢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就暂且不提他们。哎，对了，不提他们。唐大人刚刚到任，何不先审查一下登州历年来的赋税和库银？要知道，一州之政，财政为先啊。唐大人深入了解之后，也好对皇上有所交代。程大人设想周到，本官感激不尽。哎，哪里哪里，那稍后本州就把衙内的推官、判官以及诸曹官都招来，向唐大人当面呈报登州的现状。有劳程大人。大人请看。展护卫这是何意？大人可曾看出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？
这两位之前除了一新一旧之外，并无不同啊。公孙先生，你拿着试试。这两枚之前的重量的确不同。不错，差距虽然不大，重量的确不同。旧钱使用日久，或是沾上污渍，或是铜钱生锈，因而变得较重，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些都是旧钱，重量也差不多。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，新钱反而比旧钱重。新钱是重了些，这就有违常理了。朝廷所发的制钱，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审理，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，这也不足为怪呀。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，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。属下认为，这就是不寻常之处。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，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。不可能，新钱出厂之前，都派有专人负责查验，若有瑕疵，当即销毁重铸，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！大人，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。哦，难道说是伪造假钱？大人，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，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，若是不能大量流通，则获利有限，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。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，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，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。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，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。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，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大人，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？大人，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？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，则此事非同小可，非但影响朝廷财政，甚至动摇国本，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。此事当然非查不可。你在登州的财政赋税账册上面都没有看出问题？没有，无论征收、上缴、留用，都是依照朝廷的规制办理的，既没有议征，也没有漏缴漏报。那么粮食呢？粮食征收也都合乎规范，无论是农户稽征或是粮商摊派，账目清楚，库存相符，而且3年来都没有增收多派的情况。这么说来，登州的账目倒是做得很完整齐全。不但完整齐全，甚至可以说是巨细靡遗，分毫不差。恐怕全国境内的地方官府没有一处比得上。那州衙里的大小官员又是怎么说的呢？在他们口中的登州，简直就是我大宋朝廷依15路528处的抚州郡县之中的典范楷模，几乎是毫无瑕疵。这就奇怪了。
对呀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些农民为什么还会拦路抢劫，变成强盗呢？想必当中必有内情，绝对不是表面上所见的那么简单。但是，要想从州衙内知道实情，现在看来恐怕是绝无可能。依我看，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，应该可以听出真话，挖出实情。对，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。我也正打算分别去拜访他们，从他们的身上去着手了解。如果你真的打算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打听的话，就要赶快去找他们呢。唉，那个程元一定是早有防备，他似乎有意不让我去见他们。他不让你见，难道你就不去见？我只是不知该上何处去找啊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负责找到他们。少爷，有个叫徐谦的老头求见，他说昨天晚上和你见过一面。少爷要不要见他？来得正好，快请他到厅中说话。好，少爷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那些退休官员中的一位。无缘无故，他不会找上门来，恐怕要挖出实情，就在他身上了。且听听他究竟怎么说。徐老先生大驾光临，唐真有事远迎，请老先生恕罪。通判大人不嫌老朽是来找麻烦的吗？老先生既是长者，又是朝中的老前辈，唐真请之还有恐不来，又怎敢嫌弃呢？总算是孺子可教啊！哎喂，在通判大人面前，你不要倚老卖老嘛。哎，不得无礼。若是为了一个新上任的通判，老朽也就不会上这儿来了。是，哎，唐夫，你先退下。是。老先生，依昨晚席间所言，您和先父认识啊？你爹当年初入御史台之时，老朽已任右司谏之职多年，同属先皇驾前为官，又同属监谏之职，所以多有来往。原来是徐世伯当面，小侄失礼了。你爹当年虽有清正之誉，想必你也不会辱没先人的清明吧？小侄不敢。我今前来并非叙旧，而是有话要说。好。老先生您好，我叫做展云，是唐大人的朋友。我记得你昨夜席间直批李坤，震惊了全席。你的确颇有胆识啊！老先生夸奖了。老先生今天来必有事，有话请尽管说，不要顾忌我。老先生，你的确不必顾忌，小侄洗耳恭听。什么？徐谦跑到唐真那儿去了？是的，刚才在通判府的衙役来报，不会错的。他上那儿干什么去了？这属下就不知了。哼，这老家伙到处给我惹麻烦，跑到唐真那儿又不知会胡说些什么。主刚，大人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住了他，只要他离开通判府，有任何举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那程元身为登州知州，竟然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。他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，在登州境内人尽皆知啊！他们如此无法无天，难道全登州上下都没有人管一管吗？有啊，但却无济于事啊！此话怎讲？有些退休的老臣也曾出面斥责过，但却接二连三的意外身亡。这等事，他们上下其手，根本查不出来任何证据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没有人再敢强出头了。
真是岂有此理！难道前任通判也都和他们同流合污？前任通判陆辛也可称得上是位清官。李逵有心收买，他却不肯同流合污，再三劝阻不成，于是便透过老朽等人帮他搜集证据，打算修书上告皇上。唉，可惜奏折还未送上，就已染病身亡了。唉，坊间却盛传他是中毒而死了。啊？难道他也是被程远所害？登州境内奈何不了他，难道就不能请朝中大臣代为上告吗？也行不通啊！连老朽也请托过朝中旧使，却总是石沉大海，不了了之。我知道，想必有朝中大臣参与勾结，或者为他撑腰，否则那个程远不会如此胆大妄为的。这么说来，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了。不，皇上派我来登州，我既是朝廷命官，这件事我责无旁贷，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哎，你也必须格外谨慎啊！稍不留意治他不成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。老伯，请放心，我会偷偷地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，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唉，我们千辛万苦拿到的证据，随着陆辛之死而消失无踪，有些证人呐，恐怕也不敢当面指证了。哎，程远做下无数的违法勾当，一定有机会找到的。那程远呐，狡猾成性，几乎不留下任何证据，恐怕找到他的证据，绝非易事。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，老人家请放心。不错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。好，登州百姓就全指望你们了。徐老伯亲自前来，如果被程远知晓的话，必定会惹来无谓的困扰。下次就不必亲自前来，若有需要派人通知，我自会想法请益。哎呀，老朽已行将就木，就算送掉性命，又有何惧呢？老人家还是小心一点，至少让程远事先没有警惕，也好攻其不备。也好。哎，你们也必须多加小心。老朽告辞了。啊，小侄恭送徐师伯。不要送，老朽最不耐这些俗套，我自己走。这些前辈长者为国奉献一生，年老之后依然念念不忘朝廷百姓，的确让人敬佩。你二人分头查访的结果如何？根据市级摊贩的说辞，使用这些新钱的，并不是特定的几个官兵，而是全营官兵都在使用。学生在营中也略作打探，官兵手中的新钱，也都是在军饷发放的时候领到的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营中的军需官员所发放的竟然是伪币。正是。那一定是军需官员使用假钱图利。不能如此断言。或许正如展护卫所言，他们违法图利，也或许连他们本身也茫然无知，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所发出去的是假币。大人可要立刻召胡方前来问话？不，天色已晚，多有不便，暂且不动声色，待明日一早再带他前来询问。难道大人怀疑他涉案？不会吧，胡方把军队整顿得很好，按理说
应该不会做这种事。并非本府对他有所怀疑，然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涉案的可能。可胡方手底下有2500人，从中又能获得多大的不法利益呢？哎，如果涉案的不仅是登州步军，而是在市井上广为流通，那就可观了。如今不宜妄加臆测，无论价钱的来源为何，流通多广，既然是在此地发现价钱，就必须由这座军营查起。包大人召末将前去，可是打算离开军营了？包大人在此地还有未了之事。什么未了之事？召你进帐，就是为了此事。展大人可否透露一二？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末将担心，包大人一向行事周密，言出必行。突然决定留在军营，必然是有极其特殊的情形发生。如果事先能够有所准备，总是好些。只要你行事端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一无所惧。是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胡指挥免礼。末将若有怠忽职守之处，请包大人惩处。哦，你有何怠忽职守之处？这，末将不知。既然不知，何来惩处之说？大人召末将前来，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。胡指挥不要多心，大人召你前来，自然是有话相询，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。是。请教胡指挥，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？是由军需发放，登州步军各营分驻各地，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。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？回包大人，就在此地军营之内。好，你带本府前去。包大人，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？本府只是前去查询，而非判定，你不必焦虑。末将。胡指挥，带路吧。是。启禀包大人，他们就是营中军需。参见包大人。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，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。是。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？啊，是属下负责发放。官兵军饷有整有零，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？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，已经储备零钱，不需另行兑换。哦，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？哦，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，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。可否打开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这些制钱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。公孙先生，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，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。禁军直属朝廷，湘军隶属地方，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？启禀包大人，登州地处沿海，禁军中除了有步军、马军，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，而且驻地分散，路途遥远，运补不易。依惯例，
宣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。原来如此。湘军的指挥，历由地方知州兼代，登州可也是如此。回包大人，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。板府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？是。这批新制钱，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？回公孙先生的话，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，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，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。你们可曾提出质疑？哦，有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，原来就是如此。公孙先生，应该不会错，麻烦你们了。大人，学生已经问完毕了。既然如此，随本府回帐。包大人，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。是，请包大人开示。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，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若非必要，又怎会轻易改变呢？包大人是说，官钱改版牵扯甚广，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。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，那些制钱都是伪币。大人，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。胡指挥，你不要惊慌。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，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，若是说的太多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，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。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。伪币既有来源，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获，此事不宜声张。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。那就好。大人要追查此案，可有末将效命之处？眼前没有，若有需要军队支援，本府自会随时通知。末将随时待命。本府暂留你营中，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，再定行止。是。长公子，您看，喂，你怎么啦？没事。女主，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少爷从一大清早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长公子，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。哦，唐福啊，好好的你请展元来干什么？少爷，我请他来替你想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是这样的，少爷为了查清程元的罪状感到烦恼，我请你来替他出主意的。好啊，这个我有兴趣。不敢麻烦你。怎么会麻烦呢？多一个人帮你想办法不好吗？包大人请你来呢，是保护我的。那我就不能帮忙查案了吗？
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